谭行德死了，陈硕又失踪，两件事件同时发生，会不会有关系啊？这个家伙干这么多坏事，我想这个就是他应有的报应。昨天你在哪里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当我和哥吵架，不管我做对还是做错，你都会站在我这边。我真的是灰心。我知道你为了唤醒他冒充彗星。我是灰心，我就是你一直在找的妹妹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。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今朝花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情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这些照片我一直保留着。以前的事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。我记得6岁的时候，当你知道爸妈要分开，你带着我偷偷离家出走。当我走到累了，你叫我一直这样坚持住，要不然我们就要分开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我喜欢跟你比赛，看谁能吃下最多的辣椒。我每次都赢，可是我知道，是你故意输给我的。我们玩捉迷藏的时候，我每次都躲在同样个地方。当你找到我的时候，都会骂我是傻瓜。这些事情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是彗星，我回来了。你真的是彗星。你知道我跟妈想你想的多么苦吗？你答应我，以后不准再离开我们，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死者胡景腾，绰号阿虎，单身，父母都已经过世，在建筑工地做监工。朋友说他把赚的钱都花在女人身上，经济状况很差。查过通话记录了吗？查过，在他死之前有联络过谭新德，还有 Debbie。梁有明啊？怎么又是当年绑票案的同伙？那他有没有联络周明贤？哎，
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为什么迟到？哦，我去处理一些私事。下次先打个电话来通知吧。哎，干嘛你们一个个脸色这么奇怪的？你认得那个人吗？他是当年绑架你孙女的胡锦腾，他死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喂，你们在怀疑我？陈叔，我们不是怀疑你，但是你这几天的行为非常可疑。你拿了这么多天的病假，同事们联络你都联络不上，而且你平时不是这么不负责任的。但是你今天迟到又没有先通知我们，每次发生命案你又不在现场，又没有时间证人，这些都是巧合。虽然他跟我有仇，可是我是警察，我不会杀人的。陈叔，你先冷静一点。我觉得你现在拿假休息比较好。不，我没做错事情，你不可以逼我拿假。Madam， 陈叔他，来，你们老老实实，你们到底相不相信我？你们相不相信我？陈叔啊，喂，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文杰的妈妈醒了。这样太好了，只要确定他看到凶手的样子，一切就会真相大白。子亮 ，Michael， 你们再去查3名死者的通话记录，找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Yes, madam。我们去医院。陈叔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查到真相的。我相信你。妈，舒服吗？舒服。妈，以后你包饺子的时候要多包一份，会不会觉得很麻烦？怎么会呢？雪芝，伯母，你觉得怎么样啦？好多啦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一醒过来，我们就得过来问你一些问题。没关系，你问吧。案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见行凶的过程？当时我听到有人喊救命，后来，哎呀，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真的不清楚了。那你有没有看到凶手的样子啊？对不起，我记不起来了。请你再仔细想一下，年龄、身高或者其他任何的特征都可以帮到我们的。哎呀，很抱歉，我的头很痛，我真的想不起来啊。没事的，不要想了哈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问了，去叫医生。好了，伯母，别想了，别想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医生怎么说？没什么大碍，那他有没有说他为什么不记得之前的事情？可能是刚动完脑部手术的后遗症，暂时性的记忆流失。他什么时候会恢复啊？医生也不确定，还得继续观察。不过他说，妈刚刚康复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让他受到刺激。这个凶手也未免太心狠手辣了，连伯母也不放过。我一定要找到他，帮我妈讨回一个公道。如果伯母可以记起凶手的样子，那事情就好办多了。哎呀，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其实我还有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？催眠。催眠？催眠真的可以唤醒记忆吗？确实有过这样的案例，因为有些人受过伤害，潜意识把记忆给尘封起来，但是通过催眠，或许能够唤醒被潜意识给隐藏起来的记忆。可是我妈刚动完脑部手术，会不会伤害到她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如果真的有效，我们就试一试吧。只要能够确保我妈不受到伤害，我们就试一试。我也希望能够早点抓到那个人。好，我有事先走，到时再联络。先走了。哎，慢走，拜拜。你有约啊？我得回去医院。我送你吧。哦，不用了，
我还得买晚餐给慧心，她一整天都在医院。慧心？我找到慧心了，而且雪芝就是慧心。雪芝就是慧心？我一开始的时候反应也跟你一样，不过后来她给我看我们小时候的合照，还有她也说得出我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，我才肯定是她。没想到雪芝就是你妹妹。难怪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，我就对她有好感。这就是所谓的血脉相连吧。恭喜你啊，终于找到妹妹了。我们等了很久才可以一家团聚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不过最开心的还是妈。怎么了？我想到我妈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啦。你不是说你要买晚餐吗？那你先走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拜。你现在在回家的路上，四周很宁静，你感觉轻松自在，很安全。一如往常，你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准备回家。你继续往前走一点。你看见对方是什么人吗？没事了，不要再问了。没事了。妹妹，怎么样了？他还是记不起凶手的样子。永言，你说他会不会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？伯母才刚刚动完手术，而且今天采用的催眠方式是属于循序渐进式，现在只是初步阶段。我相信只要让他多休息一天，他明天就记得起凶手的样子了。那麻烦你了。不用客气。住口！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看清楚凶手的样子？我不管你有没有看到，他们问你，你最好说什么都不知道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原来是你害我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文姐，你不要冲动，文姐，不要冲动。妹子。为什么你要恐吓文杰的妈妈？陈叔，你是警察，你应该知道天网恢恢，这些我都不需要再多说了。你知法犯法，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？陈叔，你开口说话好吗？你告诉我们，你跟这些案子没有关系。陈叔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这些事都是我做的，是因为我孙女报仇。他们都该死，他们不值得同情。你现在是承认你杀了人吗？
你是怎么杀人的？当我知道谭兴德被法庭判无罪释放，我觉得这太没有天理了。既然法律不让我制裁他，我只好亲手为我的孙女报仇，替他讨回公道。庆祝一定要的，等多几天，我处理好手头上的事，我再找你们一起喝个痛快啊！你想干什么？看来你还认得我是谁？我只负责把人而已。你说你不是我杀的？那你的同党还有谁？说啊！阿虎、周明贤，我什么都告诉你了。我求你，放过我。我杀了谭兴德之后，拿了他的手机，从里面我找到了 David。之后，我同样也杀死了 David。后来你杀了阿虎，刚好被文杰的妈妈碰到，你就杀人灭口。我是逼不得已的，我也不想伤害无辜。陈叔，一直以来我都很敬重你的。我们合作这么多年，是你教会了我怎么去做一个好的警察。我不相信你会做这样的事情。你有什么苦衷的话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帮你的。你还没有成家，你无法体会我失去亲人那种痛苦。我孙女的事，我儿子跟我决裂，我本来有一个很美满的家的，就因为这些王八蛋搞到我什么都没有。他们该死，他们该死！陈叔，你说你杀了人，那杀人凶器呢？我丢了。你丢到哪里？丢到河里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安妮怀疑事情跟陈述有关，所以才找我配合她演这场戏，假装催眠你母亲，其实是要借机试探陈述。你们的演技太好了，连我都被骗。我们也是不想让消息泄露出去。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陈述就是凶手。安妮曾经说过，他是一个最奉公守法的警察。警察也是人，只要是人都会受到情感所影响，尤其是在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之下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Come in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没事，我已经将事情告诉了给文杰了。陈述的口供处理了吗？不过我发现他的口供有疑点，他一直坚持人是他杀的，但是当我问他凶器在哪里的时候，他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就说把凶器丢进河里了。你怀疑他说谎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哎，他可能是帮凶，或者是他在包庇什么人吧。喂，文杰啊，我是伯母啊，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，我们见个面好吗？安迪，不好意思，来迟了。没关系。先生，请问你要喝什么？咖啡吧。 OK。安迪，你说有重要东西要告诉我，什么事啊？文杰啊，你跟安妮在一起也有10年了吧？
差不多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是半个儿子看待。我最希望的就是看到你们在一起，可是我也知道，很多事情不能够勉强，尤其是感情。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你不用道歉，我没有怪你，我只是担心，可能我以后没有机会看到安妮披上婚纱的样子。我前几天去做了身体检查，证实了患上子宫颈癌。那昂哥跟安妮知道吗？只有安妮知道，她一直劝我要赶快接受治疗，是我不敢。为什么？你还操心什么？我放心不下安妮，你也知道她的脾气一向都很硬，除了我和她爸，就只有你受得了。我真的担心，万一有一天我真的不在了，就没有人可以照顾她。安迪，你不要这么说，你一定会痊愈的。文杰，你能够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什么事？答应我，替我照顾安妮。你答应我好吗？嗨，找我有事吗？你方便给我5分钟吗？我有话想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其实这几天我想了很久，虽然你已经心有所属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忘记你。所以只要一天你还没有结婚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放弃的。谁跟你说我心有所属了？你不是跟那个文杰在一起吗？你误会了。误会？嗯，你们没有在一起？他是我哥。喂，你真的没有骗我？他真的是你哥？嗯，耶，太好了，我又有机会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吗？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。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，愿意为你牺牲。坐一下吧。嗯。回到家里啊，真舒服。哎，这几天啊，躺在病床上啊，我的老骨头都快要断了。我帮你按摩啊。嗯。啊，喝杯水。你们两个给我听好啊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离开我啦。慧心，你听到吗？啊，对了，慧心啊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呢？家里又不是没地方，何必浪费钱在外面住呢？你哥说的对啊，一个女孩子住在外头多不方便啊，没人管吃管喝的，搬回来住比较好，有个照应嘛。好吧。那好，明天你就去退租，我过来帮你搬东西。哥，休息一下吧。好啊。哎，你请了帮手啊？谁啊？嗨，何行，怎么是你？我来帮你搬家。哎，我不是说过不用了吗？我今天没事情做，而且还带了人来帮忙嘛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大哥，你也来帮忙啊？最近好吗？还不错啊。哎，这些粗活啊，交给他们来做就可以了。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真的不要客气。好吧，那些箱子帮我搬下去。听到没有？那些箱子啊，封好了搬下去，手脚快点。是大哥。快，大哥，你流汗呢，我帮你擦汗。哎，不用了，我看你监督他们吧，加油。哦，好，这是易碎品，要分开放，知道吗？
看来你的魅力很大，连搬运工人都免费的。对了，我今晚不陪你吃饭了，有他们就够了。要去哪里？做好事。爸妈，我回来啦！安妮，你看起来啦？时间刚刚好，过来吃饭吧。来吃饭。来，红姐，来。来，帮个忙。来，我帮你。谢谢。哇，今天刮什么风啊？你怎么会来我家？文杰说啊，要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是没有，惊吓就有。安迪没关系，反正我们都知道安妮不喜欢惊喜的。那你今天来的目的又是什么？其实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我们分手之后，我想了很久，我一直都无法忘记你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们一个机会。当然可以呀、你们可以重新在一起啊，那真的是太好了。哎，对呀、以后不要提起分手了。哎，来吃饭，菜都凉了。安哥，你吃。对了，手术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们还是找不到凶器，我还是无法相信他就是杀人凶手。我了解你的心情。哎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不用送我了。你慢点啊，文琪啊。我们谢谢你啊。干嘛那么客气啊？举手之劳。举手之劳。如果我妈病了，你也会这么做的？你知道我妈的事情啊？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，我就可以早一点跟你配合。放心吧，在安迪面前，我会扮演好你男朋友的角色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他专心治疗，把病养好。早点进去休息吧。拜拜。Come in。麦等，什么事啊？喝杯咖啡提提神吧。哦，谢谢你啊。昨天晚上没睡好。没什么。Madam， 陈叔的媳妇张海梅来报案，她说陈建斌失踪了好几天，一直都联络不上。你上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是3个星期前。这期间都没有联络过吗？我有打过很多通电话给他，不过他的电话已经关机了。为什么他失踪那么久，你现在才来报警啊？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发脾气，离家出走。今天逼得跟老板告状了，害我跟老板吵了一架，我辞职了，不干了。老公啊，你怎么不能忍耐一下？为了一点点小事，你可以不要说了嘛，让我静一静好吗？那好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看这样吧，明天我叫 Daddy 在公司看看有没有什么关于5年前的一中绑架案，嫌犯谭新德在被捕后否认一切罪行，虽然仍遭到控诉，但是经过5年的起诉后，最后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。岂有此理！老公，你要去哪里？其实，女儿去世以后，她的脾气就变得非常古怪。我们经常吵架，她一不开心就几天不回家。不过她从来没有那么多天不回家的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有没有联络他的朋友，打听他的下落呢？她的朋友我都不太认识。那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知道他失踪的事情？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Madam 啊，我先生他会不会是出了事啊？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你，不过我们一定会尽力帮你把你丈夫找回来。那辛苦你们了。我们需要从你身上了解一下他的一些嗜好，或者他可能会出没的地方。
Jason， 谭新德无罪释放是3个星期前，对吧？对。所以陈彦斌跟这几个人的死都有关系吧？你的媳妇来报案，说你的儿子失踪了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。因为你早就知道他失踪了，对吗？什么都不知道。陈叔，你为什么要替你儿子顶罪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说你把凶器丢进河里，可是我们到现在都找不到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帮你儿子的话，就请你把真相说出来好吗？他到底在哪里？他是不是畏罪潜逃？我都说过了，什么都是我做的，人是我杀的，人是我杀的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人是我杀的。OK， 人是你杀的，你是警察，包庇是刑事罪，现在又多了一条罪行了。大丈夫为人做事人的，我会为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。根据电话记录显示，陈彦斌的手机在3个星期前就已经没有讯号了，这一点跟他妻子的口供是吻合的。另外，我们还去过他常出没的咖啡店，问过那边的人，可是没有人见过他。陈彦斌老婆家里留了一些产业给他们，但因为孩子绑架的事情全部变卖，结果到最后孩子没了，钱也没了。所以说他是为了报复就开始杀人了。他的确有杀人的动机。周明贤那边有什么发现？我们需要去找他谈一谈。如果整个案件跟当年的绑架案有关，他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。子亮，继续追查陈彦斌的下落，派人到他常去的那间咖啡店监视，看看他有没有出现。Michael， 你把陈彦斌的照片发给各个邻里警署，让那边的同事在巡逻的时候多加留意这个人。Yes, madam. Yes, madam. 走吧。Madam， 你还找我干嘛？周先生，我们知道你跟当年的绑架案有关，但是除了你们4个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人牵涉在内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周先生，你的3个同党已经先后遇害了，你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。如果你不跟我们坦白的话，后果会不堪设想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我跟当年的绑架案无关，我怕什么？那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，请接受警方24小时贴身保护。警官，有警察人员在我身边跟进跟出，我怎么做生意啊？我们是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请你们离开，我有事情要忙。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陈叔在包庇陈彦斌，但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查不到陈彦斌的下落。可是这周明贤的行为也很不合乎常理，他明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，可是他不但不要警方的保护，还认定自己绝对不会出事。他似乎对自己很有自信。看来要我出马了。喂，你不要乱来啊！这个案件跟你没有关系的。什么跟我没有关系啊？那个凶手打伤我妈，我一定要替我妈出口气。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依我看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找到陈彦斌。他说的对，不过这个留给我们警察做好不好？你不要擅自行动。哦。好像漏了什么还没给。漏了什么？小费呀！你这样的服务态度还要跟我拿小费啊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没投诉你已经偷笑了。吝啬鬼，没钱还要出来玩，小费都给不起。喂，讲清楚哦，我是有给钱的。臭男人，死男人，下次不要让我再见到你。
Michael 啊，就麻烦你尽快帮我找买主了，我会亏待你。周先生，我办事你放心吧，这里地点不错，相信可以很快找到买家。对了，我有份文件留在车上，我先去拿。啊。嗨，是不是有新买家？你整天跑哪去了？今天百货公司大减价啊！我第一时间就通知 Audrey 去逛街买东西。Vivian， 先帮我把东西拿进去。不是叫你不要乱花钱的嘛？怎么把我话当耳边风啊？知道了。辉哥，啊，你放心，过几天一定把钱还给你的。啊。那些大耳窿不好惹的，你又不是没钱，干嘛不赶快还清啊？照你的话去做的话，早就出事了。你想太多了，不会被查到的。没被查到当然好，被查到我们就跑不掉了。我明白了。啊，总之呢，在所有资产变卖之前，你就先忍着点嘛。啊。今天的收据就只有这些吗？哎，老板娘，这位是梁先生，他对你的店铺有兴趣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Michael， 哎，周先生，梁先生，他是这里的老板，周先生。你好，你好，打扰了。好，不会。我的公司呢想做一些生意，所以我在物色店面。哦，你选这里就对了，这的人流量很高，交通又方便。是啊，其实我们开出的价钱非常的有诚意。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坐下来仔细谈一谈。价钱不是问题，不过我想看一下环境。哦，可以啊，谢谢啊，带梁先生到处看看。好，这边请。很有效率啊你啊。啊，还好。梁先生，这里一共有3层楼，每一层楼的面积都是一样的。其实这里的地理位置真的很好，交通也很方便。附近呢就有巴士站和地铁站，就算你今天不是拿来做生意，也可以当做是投资。我敢保证，在未来几年，这里呢还会继续增值30%以上。我可以随便看一下吗？没问题。送给伯母的。什么来的啊？补酒。哇，补酒啊！我既然是你男朋友，应该表示一点心意嘛。既然是男朋友，不是应该自己送比较有诚意吗？谢谢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啊？其实我是想问你，知不知道周明贤的财务状况？他这几年来的确生意经营不佳，欠了银行还有高利贷很多债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是不是暗中查这个案子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叫你不要插手。我只是跟踪他而已。梁文杰，你现在想怎样？你以为你是警察？我们警察办案的你先听时候都是……我说。我发现他真的有问题，他真的很可疑，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他有一个叫Jessie的女朋友？我知道。他们2个人就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其中一定有古怪。OK， 你有什么证据？暂时还没有。你查不到证据，你还不过你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很快就可以查得出他到底是不是幕后的真凶。梁文杰，就算今天你不顾你的个人安全，你也不要再查下去了。万一你打草惊蛇，你让我怎么负责？你放心吧，我已经设下饵了，就等他上钩。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凶手，你知道你这样做有多危险吗？梁文杰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跟你说了。总之呢，你马上停止跟踪周明贤。如果你再私自调查，我就会以妨碍警察调查的罪名拘捕你。哎，我上个厕所。OK。Madam， 我已经查到陈建斌最后出现的位置，在他失踪当天，他去了一间五金行，然后有人见到他上一辆德士离开了。联络上德士司机了吗？找到了，德士司机说把陈建斌载到去一间 KTV 过后就走了。他是一个人还是约了人？不清楚，不过有一点非常奇怪，陈建斌去的那一间 KTV， 也就是谭新德常去的那一间，所以他可能是去找谭新德。有这个可能。Yes。OK。通知 Jason 准备一下，又有命案发生。Yes, madam。谢谢。madam。有什么发现？
尸体是在下雨之后，因为雨水的冲刷浮现出来才被人发现的。还有找到什么吗？暂时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。以尸体腐烂的程度来看，估计死了超过10天以上，也许更多天。但是确定的答案我还不能给你。可以尽快处理吗？我了解，谢谢。Adam， 你看到陈叔的时候，帮我跟他说节哀顺变。陈叔，你先做好心理准备。今天下午，我们接到有人报案说，发现了一具尸体。等到现场以后，发现死者是你儿子。阿斌，啊，阿斌，陈叔，阿斌，陈叔，你冷静点。死者的胸部与手臂都有瘀伤，死前应该有过激烈的挣扎，但是致命伤是在腹部，是被利器刺入、失血过多而死的。身上也取不到其他人的 DNA 和指纹，死亡时间大概是20天以上。除此之外，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20天啊？是。谭新德的死是2个星期前，对吗？对。那这么说，谭新德不可能是陈年逼杀的。嘉欣，请问周先生在吗？他不在啊，他约了我过来谈价钱的。我打了好多通电话都没接，你们再约吧。怎么了？你们吵架生那么大的气？他背着我在外面搞女人，我能不气吗？你们男人都一个样。哎，不是每个男人都这样的。在他很穷的时候我就跟他在一起了，可是现在有钱了，他就在外面偷吃，这样对得起我吗？那，照你这么说，就是他不对了。你对他这么好，他应该珍惜你才对。男人只要一有钱就作怪了。好了，别生气了。早一天你们2个人好好坐下来谈一谈，一定会没事的。Jessie， 其实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什么问题？周先生为什么急着卖掉这里？这个你没必要知道吧？是这样的，我在外面听到了一些传闻，说周先生在外面欠了一大笔债，我真的有点不舒服。我担心如果买下这个地方，我可能被大龙骚扰。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些谣言啊？一些同行。那你还听到什么？哦，就是这些。我还有点事要去办，我先走了。可是不是说好了先谈价钱的吗？反正他都不在，没关系，我改天再来吧。你干嘛？你什么时候在这里的？这个人有问题，他收买那个地产经纪，故意接近我们。难怪刚才一直问我为什么急着卖到这里。别说那么多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。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夕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夕
了。